还记得刚到开罗的那几天，在景区被骗子骚扰要小费，心情真的很糟。但之后离开景区，也去了埃及的其他城市，慢慢感受到了埃及大多数人的热情和友善，发现埃及的旅游体验呢，其实也不错。可谁能料到，在即将离开埃及时发生的一连串意外，竟然让我不想离开埃及了。这是一篇由意外带来的故事，视频较长，可以下饭。在从赫尔克达回开罗的大巴上，意外地收到了航班取消通知，只能被迫改签了2天后，然后就得在开罗多待2天了。我本来在开罗没有什么想去地方了，所以就挑了个埃及居民区的民宿，想着能安静地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吧。结果意外地遇到了一个非常热心的房东。晚上我刚换下行李，他就去请我吃了他很推荐的一个本地甜品。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在开罗这边的房东，叫 Ahmed， 就是在 Airbnb 上找的房东，非常的好。今天刚到这里，他就带我来了这个当地人才知道的一家甜品店啊。sugar is little. Yeah, little sugar. وعاوزة خفيف سكر خفيف. 这个呢是我们在这里等的一个甜点，它是热的，是叫乌木玛里。它这个里面呢是用那种面皮和那个牛奶炖的一种东西，然后上面放了坚果，然后又放在烤箱里面去烤，然后最后上面放了一块奶油和肉桂粉。How to eat? Mix and eat. OK， 搅拌。这个闻起来很香，这个味道很熟悉，但是我又形容不出来。那个肉桂加上牛奶，我感觉我好像在哪里吃到过这种味道的东西，但是我又想不起来了。我看你是该再去趟印度了。等了好久呢，拿到了我的玛莎拉茶，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先尝一尝吧。Wow, strong flavor milk and the coconut inside, crispy。那边还加了椰蓉，吃起来有那个椰蓉脆脆的口感，奶味非常的浓郁。因为它是热的，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那个牛奶泡馍，味道很像。然后因为加了点肉桂，有更香的味道。然后里面还有坚果，口感很丰富 ，very good。喜欢吃奶制品的朋友来埃及了一定要尝一尝，这是在埃及街头很常见的一种甜品。回去路上，艾哈迈德问我第2天有啥安排，想去哪玩。我说我已经去过各种景点了，想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因为现在是斋月，他提议第2天带我去吃斋月期间特殊的免费晚餐，了解下埃及人的斋月生活，然后再去开罗最高点看看埃及的夜景。我本能的问多少钱，他说我是他的客人，当然是免费的了。我的天，这什么神仙房东，我2话没说就同意了。一路上他还顺带给我介绍了埃及这里斋月的习俗。虔诚的穆斯林是从早上4点到晚上6点之间都是不吃不喝的，也不抽烟，孕妇、病人、婴儿除外。我很好奇的问他能忍住吗？他说因为每年的斋月时间都会变，今年的斋月在3月还算好的，白天没那么热，如果在6、7月那真的是非常难受了，但他也会忍着。好在斋月期间这里的公司、政府部门、大部分的店铺3、4点可能就提前下班了，或者只上半天班。在街道上这些挂出的5颜6色的彩灯、彩旗，以及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挂的彩色灯笼，这些是埃及人庆祝斋月的独有装饰。这个习俗具体的来源他也不知道，后来我查了下，普遍认为是公元968年的斋月5日，法蒂玛王朝的第4位哈里发穆阿兹里丁拉来到开罗时，开罗居民手持火把和灯笼欢迎他的到来，从那时起，灯笼便与斋月联系在了一起。大家看看我这次住的民宿，我这次选择了离市中心不远的居民区，这些建筑呢是有些年头了，所以周边外围看着呢确实有些老旧。这个呢是属于正门，我的楼房就在2楼这个阳台这里，我们现在从这里上去看看吧。这在埃及算是一个非常老的建筑了，然后这个楼梯呢也就只能非常窄了，也就一个人通过的样子。这可能间距有个50公分左右吧。这个转弯呢，拎着行李箱稍微有点不太方便，不过好在它只有是2楼。这是一个单身公寓的房子。进来的右手边是卫生间，就是马桶和淋浴、热水都是有的。小但是齐全。然后这边是一个厨房，你可以简单做点东西，烧个水，有微波炉加热食物等等。然后这里有一点特殊，就是它这里
如果要用水的话，它是要用水泵把水抽上去，然后才能用的。就是你在每次用水之前，要把开关按下，听到这个轰隆隆隆的声音，表示抽水机开始工作了，那就可以正常用水了。这边就是说睡觉的地方，这是一个大概1.3米左右的床，然后冰箱。这冰箱房东特别好，里面还提前准备了一些水。这个水和这个可乐还有这个巧克力威化是房东准备的，很贴心。然后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阳台，比较小，然后外面有个门可以关上。然后对面街道是埃及的这种老破楼，也还行吧，就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比较安静的，因为这是生活街区嘛，没有那个过来过去的车，就是那个清真寺，如果不叫的话。他这里面还有一些他之前房东上学的时候留下来的书，这是我房东年轻的时候，一个帅小伙，哎，看上去有一点点像那个什么《权力游戏》里面的那个 Jon Snow。这个房子虽然比较小啊，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住的话还是挺不错的，主要是比较安静。你如果住在解放广场那个热闹的街区的话，晚上会非常吵，大清早也会吵。真的，它是一直的吵得你睡不着的那种。然后这里的话要真的安静很多，就除了那个清真寺会早上和晚上会诵经之外，其他时间还都挺安静。就是如果是独自旅行的话，在这100块钱一个晚上，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能住到一个这样子独享的一个空间公寓，还是挺不错的。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主要是房东人真的太热情了。傍晚时分，艾赫迈德带我去了免费吃晚饭的地方。马路对面这一排坐满人的地方就是穆斯林相信，在斋月期间行善的功劳会加倍，所以这期间有很多企业、个人会捐助免费的晚餐。这种捐赠晚餐的习俗，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会做，只是很多地方呢是在清真寺或者部分的饭馆里提供，像埃及这样普遍在大街上提供的确实非常少见。这个免费的晚餐不只是给穆斯林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晚餐一般6点开始，一直持续到7、8点左右。如果大家发现街边有这样一大排桌子，就可以坐下来加入他们。人很多，他们在等待着那个清真寺喊那个阿拉霍拉巴克，就是祈祷完之后，哎，现在听到了吗？有这个声音，然后这个声音结束之后就开始吃。艾赫迈德去找他在这里工作的朋友帮忙安排位置了，但是因为人太多，他朋友也找不到空位了。要吃的话，得等这一批吃完。现在我们去吃的话，估计坐上位置会比较难，而且还要等一段时间。他们要餐前会有祈祷呀什么的这些仪式，今天可能是吃不上了。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吧，因为在这里吃饭的人呢，他们的经济条件都不是特别好。如果我去拍他们吃饭的话，我觉得不太合适。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妇女和儿童，尤其是妇女，他们是不太喜欢被拍到的。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要去近距离的拍了，我们在远处看一下就好，就大家知道在埃及有这样一个慈善活动，一个仪式就好了。艾赫迈德这么热情的带我在开罗转，我也想表达下谢意，于是我带他去吃了我的家乡菜新疆菜，正好呢也是清真的中餐。这家店在我刚到开罗的时候我就去了，老板正好和我是一个市的老乡，菜也真的是我家乡的味道。我在杭州都没吃过这么正宗的新疆大盘鸡。大家来开罗的话，吃中餐可以来这家店尝尝，味之如图。我们的大盘鸡来了，这是这家的招牌菜，然后也是艾赫迈德第一次吃中国的菜，然后带他来尝一尝。现在他刚才上了，让他教一下他抓筷子。Like, first hold with the thumb, like this. Which one do you prefer, right hand or left hand? Right. 对，like 筷子使用教程之入门到放弃。I think You use fork? Okay. I think I can. 筷这个东西确实对第一次来用的外国人来说确实挺难的。Be careful， 这上蹦一下。吃这种中国就是这种骨肉没有切干净的菜啊，这种切块的菜真的就是还是得用筷子，可以边吃边夹。像他们用叉子的话，就得一下送到口里，在口里面。How is it? Very delicious. Is it very spicy for you? No, it's good. Too good?
OK， 好嘞。This is Chinese tea, not very dark. I know 吃完中餐，饿了一天的他也元气恢复了。他带我来到了开罗的最高点，在萨拉丁城堡的对面呢，有一个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的这个山峰，大家看到吗？这里的山，这个呢就是开罗市的最高点。然后待会儿呢，我的房东就要带我去这个地方，然后在上面看埃及的夜景。不巧的是，这里被政府围了起来，好像要修一个观景台。好在呢，中间有一个缺口，当地的小贩也是很机智的，马上在这里摆起了茶摊。不过不用担心，从这里过去观景呢是不需要小费的。接下来看到的开罗夜景是我翻遍国内平台都没有找到的，算是国内首发了，给大家欣赏下。这里是能看到胡夫金字塔的，大家找到了吗？在这个地方。大家来开罗呢，可以来这儿看看，位置就在地图上的这里，搜英文名字打车就可以到。看完夜景已经是晚上10点了，但对于斋月期间的大部分埃及人来说，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很多餐饮类的店铺都会营业到凌晨，给斋戒一天的人们好好充个电。Ahmed 带我来到了埃及人常去的茶馆，因为穆斯林不能喝酒，这里酒吧又很少，下午或者晚上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在这样的茶馆里喝茶、下棋、抽水烟、看球赛。OK， 阿赫迈德比较喜欢喝茶放薄荷，然后他也给我搞了些薄荷。看这个埃及的茶，埃及的茶它这里用的是立顿的那种茶粉，就可以看到吗？下面那层沉淀是那个茶的那种颗粒碎茶，就泡出来这种很浓的茶。就这个薄荷一放进去，确实那个香味就出来了。这些茶呢，还有这个烟都特别便宜，这个烟才5埃镑。这个茶也是5埃镑一份儿，真的超便宜。所以埃及人的日子也挺轻松的，挣的少吧，但人家花的也少。就是这个烟，它这个有一个 ，this is one time use right？ 一次性的。这里是一个加热的部分，然后吸了烟。下面烟从下面吸下来，然后从下面过去，然后再从这里到这里。它这个烟草是放在这样的容器里面。哦，对，就是每一次他把这个烟火放在上面，然后就这样烤在上面。Each one 5 pound。哦，这里放一个呢，吸一个就是5埃镑，然后每一个大概可以吸大概10几分钟左右，你吸完了再换一个就5埃镑。这个阿赫迈德抽的这个烟抽上头了，我看一下那个他的那个心率，正常来说应该是就是60、70左右是正常，他直接上100了，离谱，上头了。Hi, are you high？难怪当地人会抽烟来消遣，像我这样烟酒不沾的人，真就是无福消受了。借着这股嗨劲，我和他聊了很多。原来我是他公寓的第一个住客，再加上他现在的工作比较自由，所以他想尽地主之谊，让我住得开心。他知道我对当地的文化更感兴趣后，想带我去看一个有名的舞台戏，还可以带我去他老家的村庄玩几天。但奈何我的机票只延期了2天，没办法体验更多了。他还给我看了他家乡的一些传统服饰和活动，他还有2011年他参加埃及革命时游行的照片。茶水一杯接着一杯，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尽管我们只相识了2天，但我们却像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谈天说地。得知我的飞机在凌晨后，他还要把在机场附近的一个准备上架的新公寓免费提前让我住，我实在很不好意思了，就谢绝了他的好意。他也很希望我能给他的公寓一些改进的建议。我给他说了几点，我刚回国他就给我发消息说他修好了。我用了7年的爱彼迎，他是我遇到的最热情的房东了。他的房源如图，推荐自由行的小伙伴在埃及开罗的话，也可以来认识一下这位叫 Ahmed 的朋友。Bye. Bye.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Hope to see you again. Yeah. Bye. Airport.
这是我第一次希望航班能够取消，好让我再能多待几天。没想到这意外多出的2天，却成了我在埃及最不舍的2天。旅途中这样的小意外，竟然让我更喜欢埃及了。也许这也是自由行的一大乐趣吧。斯里兰卡和埃及的视频其实都是2、3月份拍摄的了，剪辑时已经是8月了。在我翻看素材时，我发现关于各地景点的印象我似乎都已经模糊了，但在每个地方遇到的人以及和他们的相遇相识却记忆犹新。看过之前视频的朋友可能也发现了，虽然我这次是一个人出行，但在很多地方都能遇到有趣的旅行者、当地人，给我的旅行带来了很多意料之外的体验和故事。所以旅途中我并不会感到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虽然这些朋友很可能就是一面之缘，我们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相见，但每当我想起这个国家，最先想到的都会是在这里遇到的这些人和他们之间的故事。他们成了我对这个国家印象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可能比景点更生动、更真实。旅行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宽泛，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无所谓对错。比如我第一次去泰国的时候，旅行的意义就是去放松自己、度假、消费、享受。当我在印度自由行的时候，我发现旅行的意义更多的是消除刻板印象和偏见。在斯里兰卡的时候，旅行的意义可能更多的是理解一个强大的祖国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坚实保障。在埃及的时候，是感受千年古迹带来的震撼，是大胆的和本地人交流，融入其中，体验当地文化的那种喜悦。下一段旅程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体验，永远都是未知，但那正是我想去探索的未知。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埃及行程也全部结束了，或者说 Part 1结束了。如果喜欢本期视频，还请点赞、投币、加个关注。下一期我会做一个我这次行程20天不含机票，只花了大概4000元左右的一个消费分享。大家有什么关于埃及的问题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下一期我会一并做个解答。我是小飞扬，一个和你一起看世界的旅行者，我们下期见。